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要讲的是晋级的维拉。公元2547年，幸存者登陆了爱达星，开始了建设。20年后，殖民者首次来到维拉的土地，并在矿藏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城市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形成了京城。希望镇也是这个时候建立的，是定居点中最晚建立的一个，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。2653年，发现马拉彗星并修建幻塔。起初，人丁计划只需要6座幻塔，但在3年后，探明马拉彗星轨道偏移可能。经过海加德的评定，认为有必要修建第7座幻塔。公元2657年，维拉幻塔建造计划开始，第7分区成立，这也是京都最早的雏形。其内部预设有居住区、科研区、工业区、仓储区、多个功能区域。公元2659年，幻塔全部建设完毕，人类开始使用元能。海加德在建设幻塔之前就知道元能的辐射性，已经开始了一次修理器的研究。公元2662年 T3 型制器原型出世，同一年时空引擎 MK2 出世，安装到幻塔顶部。此时已经开始了元能的时空实验。公元2664年，因辐射产生的变异失控，海加德实施了第2次时空回溯，但在爱达之子的破坏下失败了，大灾变发生，全世界都受到了波及。维拉幻塔严重受损，但也因为受损严重，维拉遭受到的元能辐射反而是最小的。灾难发生后，大量人类到第7区避难，但由于资源有限，海加德颁布了临时管理条例，对能源供给、物资调配、人口控制都有涉及。因为考虑到资源有限，乌列7万人被迫离开第7区，前往环境恶劣的地表。这实际上是一次人口灭绝计划，因为资源有限，必须牺牲一部分人，保全余下的人。海加德第7区潜力来到了巅峰。公元2666年，维拉生态毁坏，退化为沙漠，京城彻底废弃，大量人口无法在地面生存。公元2667年，勘探队探索 Z059 溶洞时，发现未知地底空间，且拥有着多条地下暗河。海加德开始着手准备第2城市计划。同年，第7区再次对外开放，开始重新收容避难者。1年后，第2城市计划顺利，2万人迁往新的居住地。公元2680年，虽然有第2城市计划，但京都内部资源生产量接近极限，更多人想要重回地面，这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。公元2685年，时任指挥官的维纳开始主导推进生态计划，在地表铺设环境监测设备，进行系统性的生态修复。公元2689年，反重力引擎研发成功，代替了原有的热动力引擎。为了生态计划的推进，跳鼠载具出世，并获得大力推广使用。正当一切都在好转的时候，实际上已是暴风雨的前夕。公元2695年2月8日，临时管理条例废止，意味着海加德的统治变弱。此时海加德内部产生了分化，一旦生态计划成功，大量人口将会迁出，开始有反对计划的人出现。公元2701年，首次接触事件发生，灰玉体开始出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雷贝的出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。爬行者、教化者、狼蛛接连被发现，地表监测站被破坏，环境改造计划终止。公元2703年，阿比斯出现，人类完全无法处理入侵者。公元2704年，巨型阿比斯吞噬者出现，人类只能缩回京都，依靠光伏发电，利用旧联邦技术产生的特殊能量抵御阿比斯。现在的维拉资源吃紧，元能使用再一次提上日程。银岸研究所开始对元能的研究。公元2708年，探知到亚夏的呼叫信号。2年后，终于建立维拉亚夏之间的对接通道。摩克小队造访维拉，并带来了先进的元能技术。后来由于时空波动，通道被暂时关闭，再一次断绝了往来。公元2712年，亚夏发生第3次时空回溯，时空波动促使双方时空再一次被联系起来。新一批的执行者被派往维拉，其中就有寻找哥哥下佐的奈米西斯。雷贝究竟和阿比斯有什么关系？维纳为什么身体抱恙传位给领业父亲？新一任执行官秦信又为何被杀？第7区究竟有着怎样的阴谋？不破晓背后的势力是谁？阿比斯又为何要找回雷贝？这一切都要等后续剧情为我们揭晓了。维拉是一个赛博朋克背景的大陆，这里有仿生人、机器改造人、黑客，再加上海加德的基因改造和基因培养计划，这片大陆究竟隐藏有多少越来越让人感兴趣了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